夜空低沉，冷风吹过德国的空军基地，跑道尽头，一架修长的喷气机正在轰鸣加速。它的机翼后掠，机鼻尖锐，发动机的推力仿佛要把空气撕裂，速度表不断攀升，伴随着一声巨响。它在没有俯冲的情况下，直接突破音障，尾迹在天边画出一道银色的音爆轨迹。这不是试验机，而是一架真正准备量产、配发部队的战斗机。世界第一次见证到量产喷气机也能在平飞中突破音障，它就是美国空军的 F-100超级配刀。作为100号机系列的开篇之作，它不仅是一款战机，更像是美国空军迈入超音速时代的通行证。可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美国在1950年代急切需要这样一架超音速战斗机？这架超级配刀凭什么能写下世界第一的记录？而它最终的命运又是辉煌还是尴尬？这里是 High Weapon， 我是 Jason， 今天我们就带你走进 F-100 Super Sabre 的故事，一架改写空战速度规则却又留下无数争议的超音速先锋。1950年，朝鲜半岛的天空上演了一场让美国空军刻骨铭心的较量。美军的 F-86配刀与苏联制造的米格15在米格走廊缠斗，虽然最终美军依靠飞行员训练和战术优势占上风，但一个问题赤裸裸地摆在面前：亚音速飞机的极限已经被米格15、米格17这样的对手逼近。美军高层清楚地意识到，下一场战争里，如果还停留在亚音速，空战优势就可能被抹平。速度不再只是战术上的优势，而是战略上必须跨越的门槛。当时的美国空军正经历一次身份转换。1947年刚刚独立建军，它需要一款名片级的武器，能代表美国的科技实力，同时向苏联释放信号，美国的天空始终是超越的。诺斯罗普和道格拉斯等公司都提过改进方案，但最终脱颖而出的是诺斯罗普北美航空公司。他们有过成功的 F-86配刀，对高速后掠翼气动有宝贵经验。而在工程师们眼里， F-100不仅是简单的配刀升级，而是一场彻底的技术跃迁。于是项目被紧急启动。在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在风洞里测试未来的超音速继承者。军方给他的要求很直接，必须在平飞状态下突破音速，并且要成为可以大规模部署的前线主力。可以说 F-100的出现既是技术演进的必然，也是冷战竞争的倒逼。它代表着美国空军对外的一句宣言：超音速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梦想，而是实实在在的战场标准。如果说 F-86配刀还像是一架传统战机的延伸，那么 F-100超级配刀则彻底换了模样。它的机身被拉长、压扁，机鼻变得锋利，机翼大幅度后掠到45度，面积小的几乎显得纤薄，整架飞机看上去就像一只被削得笔直的长矛。目的只有一个，在平飞状态下硬生生突破音障。它的核心动力是当时美国最先进的普惠 J57 涡喷发动机，这台发动机推力高达45千牛，加力后能突破70千牛。飞行员形容，当油门推到最大，尾喷口的火焰像一支巨大的焊枪，把夜色中的跑道照得通红。正是这股力量把 F-100推上了 1.3 马赫的速度，让它成为世界上第一架能平飞超音速的量产战斗机。火力方面，它也比前辈配刀更猛，机鼻下方安装了4门 M39 20毫米航炮，射速快，火力猛，加上机翼挂点能带副油箱、炸弹、火箭弹， F-100不仅能打空战，还能低空轰炸。到了后期型号，它甚至可以挂载战术核武器，成为冷战前线核威慑的一环。但速度带来的荣耀也暗藏了致命隐患。为了追求超音速，设计师缩小了机翼面积，这样它在高速状态下稳定性极差。F-100在急转弯时容易发生所谓的惯性耦合，机头和机尾像被拧断一样疯狂震荡，飞行员稍有操作失误就可能陷入无法挽回的螺旋。许多飞行员说，驾驶它的感受就像驯服一匹脾气古怪的烈马，你能感受到它的爆发力，但永远担心下一秒会被甩下马鞍。所以 F-100的设计本质是一场豪赌，它第一次让美国空军真正跨入了超音速时代。
他第一次尝试把空优、对地甚至核打击融为一体，但与此同时，它的气动设计、飞控技术还没有跟上超音速时代的要求。这架超级佩刀是开路的先锋，也是危险的冒险。它的速度像一把双刃剑，一面刻下了世界第一的荣誉，一面却留下了寡妇制造者的阴影。F100超级佩刀的战斗生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从天空的速度先锋，逐渐沦为地面火力的工具。1954年 ，F100C 率先交付部队，它一登场就成了美国空军的门面担当，被部署到欧洲，用来对抗苏联可能的突袭。它不仅是超音速战机，更能携带战术核弹，成为北约战略防线的重要一环。那时的宣传海报上 ，F100伟焰喷射，仿佛在告诉莫斯科，美国的速度已经领先了一个时代。然而，现实并不光鲜。F100的事故率一度高得惊人，在服役初期，美国空军每月平均就会损失2架 F100。飞行员抱怨他的操控像驯服一头脾气古怪的野马，稍有差错就会陷入失控。正因为此，他被黑色幽默地称作为寡妇制造机。到了1961年，美国把 F100派往越南战场，此时它已经不是最先进的战机了。F105雷公、F4鬼怪陆续登场，但 F100依然承担了大量任务，尤其是近距离空中支援。它会挂满火箭弹、炸弹，低空掠过越南丛林，为地面部队清除阵地。虽然危险，但这种角色让它在越战中获得了新的定位。值得一提的是， F100还成为野鼬任务的早期试验平台，它负责引诱防空火力，然后标定目标，供后续战机摧毁。这种用自己做靶子的战术，后来被 F105、F4接力，成为冷战空战中极其关键的一环。在越战， F100并不是空战明星，也没有打出什么传奇战绩，但在地面部队眼里，它的轰鸣声意味着支援来了。很多美军士兵后来回忆说，他们对越战的记忆不是 B-52的地毯式轰炸，而是 F100低空呼啸、火箭弹覆盖的场景。可以说 F100的实战生涯有些跌宕，它原本是空优主角，却被现实推到对地攻击的位置，但这并没有让它失去价值，反而让它成为了美军战术航空兵的实用派。F100并没有停留在最初的 A 型，它像一个急着冲出跑道的年轻人，先跌跌撞撞，再一步步修正，最终成长为一款真正能上战场的多用途战机。F100A 是起点，它实现了历史性的平飞超音速，但飞控缺陷明显，事故频发。说它是过渡机并不夸张，它的意义在于把美国空军从亚音速拉进了超音速，却没能完全成熟。为了让它能真正作战， F100C 出现了，机体结构被加固，航程增加，最重要的是能挂载战术核弹。在冷战初期的欧洲，它成为美国在前线布下的核威慑名片。接下来是最关键的 F100D， 这是量产最大、服役最广的型号，改进了航电设备，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还强化了对地攻击。它不再只是超音速试水机，而是越南战场的骨干。F100D 经常挂载常规炸弹和核弹，因此有人称它是战术核打击加对地支援的双重代表。而最初只是教练机的 F100F 却意外写下了战术史的一页。它承担了早期野鼬任务，飞进敌方防空圈，引诱雷达暴露位置，再为后续战机指引目标。今天人们熟知的 C 的战术正是从 F100F 开始。除了美国， F100也大量出口盟国，法国、丹麦、土耳其都曾装备超级佩刀。法国空军甚至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使用它执行殖民地镇压任务。对于北约国家来说， F100的角色与在美军中相似，既是战术核打击的工具，也是一线多用途战机。从 A 型到 F 型，从美国到欧洲，超级佩刀的生命线贯穿了整个1950到60年代。它的改进之路像一座临时搭建的桥梁，虽然不完美，却成功把美国航空兵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战术阶段。回头看 F100的一生，它始终带着鲜明的双重色彩，既是开创者，也是牺牲品。它的最大成就无可否认， F100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架能够在平飞中突破音障的量产战斗机。这一记录就像一块名牌，永远钉在了航空史的里程碑上。
冷战初期，它不仅是美国的速度象征，更是北约核威慑的重要一环。它的多用途设计也让战斗机第一次从单一的空优走向兼顾对地和核打击的方向。可以说，后来美国战斗机越来越强调一机多能的思路，正是从超级佩刀开始萌芽的。更重要的是 ，F-100F 在越战里意外开创了野鼬任务，拉开了 SEAD 战术的序幕。直到今天，美国空军仍把 SEAD 战术视为制空作战的关键环节，但与辉煌并行的是难以忽视的局限。F-100的气动设计远未成熟，高事故率让它背负了寡妇制造机的骂名。它真正的空战表现并不出色，几乎没有留下传奇战绩。到了1960年代，它就迅速被 F-105雷公和 F-4鬼怪取代。它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匆匆而过的先锋，注定只是短暂的过渡。也正是这种矛盾，让 F-100显得格外独特。它就像一块踏脚石，自身并不完美，但没有它，美国空军就无法迈入成熟的超音速战术时代。它是开路的先锋，却也承受了最多的牺牲。或许这就是超级佩刀的真正遗产。它把辉煌与缺陷捆绑在一起，用速度点亮了一个时代，也用伤痕提醒后来者，超音速的未来更需要稳健的双翼。如果说官方档案里记录的是 F-100的性能与任务，那么飞行员的口碑和前线的段子则勾勒出这架超级佩刀更真实的一面。最经常被提起的外号就是汉，这个名字来自 Hundred 的简称，但飞行员们更愿意把它比作古代匈奴骑兵，速度快，冲劲猛，却常常难以驯服。有人调侃，坐进 F-100的座舱，感觉就像是骑上一匹野马，你必须全神贯注，否则下一秒就可能被甩下来。这种危险感也塑造了它另一层黑色幽默的标签——寡妇制造机。在1950年代，F-100的事故率高得惊人，美国空军每个月平均损失2架。飞行员之间流传的一句顺口溜：要学会开 F-100，第一课不是打仗，是怎么活下来。这种苦涩的幽默其实折射了飞行员对他又爱又怕的矛盾心情。不过，在一些关键任务里，F-100又展现了令人敬佩的一面。双座型 F-100F 被改装成野鼬任务平台，第一次执行压制敌防空的作战。执行这种任务的飞行员戏称自己是用命当雷达靶子。虽然危险，但这种冒险的尝试后来演变成了成熟的 SEAD 战术，成为美国空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飞行员回忆时说，那是用恐惧换来的经验。在盟国手中， F-100也留下了特殊的印记。法国人把它开到了阿尔及利亚，执行殖民地镇压。土耳其人甚至在1974年塞浦路斯战争里使用过它。不同的战场，不同的角色，却都证明了这架战机的工具化特征。不管危险还是先进，它始终能被派上战场。而在飞行表演队那里，它的形象又完全不同。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曾用 F-100做座机，虽然风险极高，但它制造出的音爆声和震撼场面，让观众如痴如醉。很多人第一次感到音障这个词，并不是在战场，而是在空军基地的蓝天之下。在这些故事里， F-100不再只是冰冷的性能参数，而是一台带着脾气的机器。它让飞行员又怕又爱，它推动了战术创新，它也为普通人带来了震撼的记忆。某种程度上，这种复杂的口碑正是超级佩刀最独特的文化遗产。F-100超级佩刀像一把双刃剑，它让美国空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进入超音速时代的力量，但也付出了高额的代价。它是速度的开拓者，却也是事故的制造者。它没有赢得传奇的空战神话，却在战术革新上留下深远印记。在航空史的长河里， F-100的意义或许不是战绩，而是桥梁。它让后来的 F-105、F-4，甚至整个100号机系站在更高的起点继续前行。它是一个时代的先锋，也是一种必然的牺牲。如果说 F-86佩刀为美国打开了喷气时代的大门，那么 F-100超级佩刀就是那道跨越音障的闪电，照亮了超音速战机的黎明。它没有完美的表现，却留下了必须铭记的速度坐标。你觉得呢？ F-100值得被称作开路先锋，还是更像一位过渡英雄？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这里是 High Weapon， 我是 Jason， 感谢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下期想看什么？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期再见。